华盛顿湖学区的所有学校都在努力为学生和教职员工创造安全的物理空间。身体疏远的细节看起来与学校不同，但此视频显示一些细节将一致从学校到学校。此时适当的物理距离定义为教室中的3英尺和公共区域的6英尺。将设立办公桌，以方便适当的物理疏远。我们将限制共享材料的使用，重新设置指令，以最大限度地减少3英尺区域的交付。家长将收到有关抵达学校和下课的一些信息。开车送学校上学的父母监护人将有一个指定的下车和接小孩的地区，并应该留在他们的车子里。指定的入口和出口将用于确保物理疏远。由于美国农业部的继续支持，学校将在上学期提供免费午餐。每一所学校将制定时间表，并确保遵循有关吃饭、午餐安全的准则，包括保持学生之间的适当身体疏远距离。一般来说，学生在进行时要遵守以下的安全规则：学生应该坐在适当的身体疏远距离。学生可以摘下口罩吃东西，但建议口罩可以在咀嚼食物的时候遮住脸。学生在返回教室前应该要洗手或使用洗手液。如果学生的口罩损坏了或错放了，学校将有备用的口罩。标牌鼓励学生在走廊和公共空间保持适当的物理疏远。下课的时间将错开来，以减少学生在走廊上的数目。建筑物周围的标志也加强了洗手、身体疏远距离和戴口罩的提醒。整个建筑物都安装了有洗手液的站点，洗手间的使用人数将受到限制。当达到限制的人数时，学生应在外面等待。学生和工作人员在进入大楼时必须洗手或消毒双手，并被要求全天经常洗手和消毒手。我们加强了对高接触区域，如门、手把、水龙头和栏杆的公共卫生消毒。我们在学校提供多数的洗手液站。如果我们某建筑物出现 COVID-19 的例案，我们将使用静电喷雾器进行更深入的清洁。静电喷雾使用与空气结合，并由喷雾器内的电极物，喷雾内有正带电的颗粒，这些颗粒可以主动粘附在表面和物体上。每栋建筑物将有最高量的新鲜空气通流。全区所有的空气过滤器在使用前均被更换，最基本的级数为 MERV 10。访客将限制在于必要的来访者。家长和监护人在学生上课期间不得进入校园。家长送至学校给学生的物品限制于必需品，如药物。禁止送不重要的东西、乐器、家庭作业、项目等。